刚刚提到了这个蔡英文总统接受这个 CNN 访问里面哦，当然一直提到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其中的一个是说，美国到底有没有这个军事上跟台湾有一些合作？那这次蔡英文特别的说了，我们跟美军的确有一些合作，那的确有一些美军在台湾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算是先敌吗？因为中共有说如果只要有美军胆敢进入到台湾，那就是学习台湾的时候。有没有这么恐怖？这个部分可能请教一下于将军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长期以来大家就认为说台湾有没有美军在，这个其实40年来都有。但是我们以前在军中的时候，我们有一起训练。有一起做一些协同的交流，但是呢，不能说，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当时美国是采取一个战略模糊，他不要惹中共生气嘛，中共一生气，两岸的这个紧张的情势升温，对于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所以当时我们是采取一个战略模糊，我们都不说也不讲，那久而久之，40年来以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其实，在营区里面，在重大的演训，或者是在这个3军联合作战训练的场地上，我们看到有眼睛颜色不一样的、皮肤颜色不一样的，习以为常，这常常有。但是呢，你问我们有没有，我们说没有啊，那是美国人，那不是美军。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回答。但是现在逐渐走向战略清晰。为什么走向战略清晰呢？因为中国的军力，中国对于全世界的不一样的战略观改变，所以也改变了全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大家早期认为说，中国是个市场，它有庞大的人力，它有庞大的物力，它是一个非常好发展的一个市场。但现在呢，变成中国是一个威胁，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市场是让大家来使用，让大家来分享，那是威胁呢，是大家都要防御。那我们身为地球村的一员，又是在第一岛链里面关键位置，我们能不防御吗？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你看拜登也讲，我会有所承诺。然后国务院的不管是这个国务院的驻青或者国务院的发言人都讲一句话，坚若磐石，讲了不止一次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突然间美国好像变得战略清晰了？其实很简单，其实这个整个关键点在于阿富汗。在于整个阿富汗的状况，因为解放军也好，中共也好，不断的拿阿富汗这件事情来告诉全世界，美国不会有承诺，美国对朋友、对盟友不会有承诺，说放弃就放弃，到时候呢，就是这个盟友最惨的时候，阿富汗血的教训历历在目，所以美国当然感受到了，因为美国在全世界它所扮演的是所谓世界警察，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但是这个阿富汗的事情被中国这么一渲染之后，美国世界警察、和平维护者的形象其实已经少了50%，所以美国必须要借一件事情来告诉大家，我对于盟友从来没有退缩，只有一个状况我会离开，就是你的国家没有保卫自己的决心。那不能我来帮你打仗那阿富汗如此，台湾也是如此。可是台湾我们国军驻守在台湾这么多年，我们有没有放弃过台湾？1秒钟都没有，1秒钟都没有。823炮弹如此，古宁头大捷如此，96台海危机如此，国军从来没有放弃坚守台湾和平、安全跟自由民主。1刻1秒都没有，所以美国就很明白啊，因为你有决心，因为你有这个意愿，你有捍卫国家的决心，所以美国就会坚守承诺。所以这个承诺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说无的放矢、平地一声雷就个承诺说，只要台湾受到这个武力犯台，美国无条件派兵。美国从来没有说派兵，但是美国说坚守承诺是说，只要你愿意坚守你的民主阵容，愿意守住你的国土。美国会尽台湾关系法里面的义务，我会提供你等量足够的这个防卫武器，这就是美国所讲的坚守承诺。那另外讲到驻军的问题，也就是要回应习近平，回应这个中国的一些大外宣，就是说美国这个对友邦失去信任，美国最喜欢放弃人家，他就很明白的告诉你一件事：过去有，现在还在。这是什么呢？就是协训的美军，所以大家就把协训training。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station， 大家会分不清楚。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什么叫驻军？什么叫驻军？驻军是说美军有一定数量，不管是一个排，40个人是一个排，100人是一个连，500人是一个营，不管是排连营，在台湾它有作战任务的，它有作战任务，例如林口台地。林口台地这个反空降的任务由美军来负责，这叫驻军。我去守住它，它有任务哦，它有作战任务。淡水河的河口这段河口由美军第几团第几旅来负责，这叫做驻军，它有任务。驻军跟协训不一样，
驻军它具备战备任务，它具备所谓的戍守任务或是攻击任务，这是驻军最明显的区别。而协训是什么意思？协训它没有作战任务。在美国到台湾这40多年来，这个不管是10个、20个，到现在说数量不能讲啊，就是这样美军，他是现役军人哦，但他在台湾，在中华民国国军里面，他没有作战任务，他只有协训任务，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的国家的这个3军联合作战训练，美军随队的有一些指导的一些士官，他都是士官为主，兵几乎是没有，都是士官为主，这士官都是打过实战，在阿富汗。我枪林弹雨过来没有被打死的，所以我知道如何在战场求生，我知道如何在战场里面取得通信联络，我知道如何在枪林弹雨下面实施射击运动与联系。他有非常足够的专业，而且这个专业是用生命换来的。台湾最缺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在台湾这么多年来久训不战，我们缺的不是训练的精良。很多人说国军很多草莓兵，我不否认有草莓兵，因为这个一样米养百种人嘛。有的男孩子20岁之后雄壮威武，有的男孩子20岁的时候弱不禁风，绝对有草莓兵。但是呢，我们绝对不是一个草莓部队，因为草莓兵会被淘汰，强壮的才会留下来，身强体壮、训练精良会被留下来。我们训练的精良程度，美国的海豹部队的指导来讲说，你们的2栖蛙人训练的强度不会输给海豹部队，这是外国人说的，这是美国的海豹部队说的。而这些人来做什么？他就来指导你，除了训练精良之外，我把我的作战实战的经验提供给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你带样什么样的武器，你如何接近，你会提高生存率。提高生存率就是增加任务达成的这个成功率。所以美军的协训就在这里。那可是人家讲说，那美军这么多年来在台湾怎么都不让人家知道？不是不让人家知道，因为对岸有人会生气啊。对不对？那个拿着笔拿着红线在画红线的那个胡锡进，他会生气啊。对，那我们不怕胡锡进，我们也不怕中国的解放军，我们不想影响台海的和平，这是国军长久以来我们忍住不说的一个痛。但是因为现在世界氛围不一样，世界反中的风起了，那很多人说，身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反中国人？我从来不反中国人，我反共产暴政。我从来不反大陆14亿中国人，但是我对于迫害中国人自由人权的暴政，我是极力的反对。这个暴政是什么？就是中共的政权嘛。如果说中共政权可以符合世界潮流，对人权不再欺压，对于自由给予充分的自由，对于人民的财富给予适当的保障。我觉得中国人之间，当然是中国人幸福是我们华人世界最需要得到的，可是他们得不到。我们现在在台湾的2300万的华人，我们得到了，所以我们要如何掌握到我们对于自由、对于人权的渴望，还有给全世界，尤其是给对岸14亿中国人一丝希望。原来流着同样的血液、同样的皮肤、同样的发色、同样的眼睛的颜色，跟我们同文同种的华人，也可以过着自由、民主，而且有人权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两岸之间我们必须要表达的。而美国为什么支持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美国也是因为台湾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所以美国才支持我们。所以人家常常讲，我们要选美国这一边站，还是选中国这一边站？我要很大声的讲，我们选在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一边，这是普世价值。不管是任何的人种，不管是任何的肤色，对于这3个普世价值，我们都要站在一起，一起捍卫，这是人类之福。